Ultra Mobile Pay Go 目前算是最适合在国内使用的美国实体手机号码了。这张卡使用的是美国第3大电信运营商 T-Mobile 的网络，月租只需要$3，还包含100分钟的通话和100条短信，支持全球长时间的漫游，可以说是错过没有，只此一家的神卡。上次的美国手机号码激活视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点赞和分享，首先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有很多小伙伴在我这边购买了这张美国手机卡，都已经顺利激活使用了。目前的反馈是大家对这张卡一致好评。另外，很多小伙伴在使用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发邮件或者私信咨询我，重复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实在是一件很消耗时间和体力的事情，所以干脆就再做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张神卡在使用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首先是激活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非美国地区激活无法通过客服或者发短信直接获取新号码激活。如果你联系客服，客服的官方说法是只能在美国激活，非美国地区无法激活使用。实际操作测试是可以激活，但必须用转移号码的方法。如果你之前按照我的教程申请了 Google Voice 或者 No Rolling 这2个免费的美国手机号码，都可以直接转移过来。目前我已经待激活超过20张手机卡了，全部成功，全部可以正常使用，没有失败的案例。有小伙伴问，拿到实体卡后，我现在还不想激活使用，可以半年后再激活吗？激活有时间限制吗？其实我们实体卡拿到手后，在卡包装盒背面的右下角都会有一个激活的截止日期。比如我手中的这2张卡，激活的截止日期是在这个位置，都是截止到2022年的2月2号，只要在截止日期之前激活就可以了，过了截止日期，这张卡就没用了，这点需要大家去特别注意一下。还有的小伙伴手机卡激活成功了，插到手机上也有信号了，然后就很开心的去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来测试这张卡能不能用，但是却发现只能够接收短信，其他功能都用不了，电话也接不到，也打不出去，也不能发出去短信，这是什么原因呢？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没有充值，如果余额是0的话，只能收短信，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是用不了的。充值完成之后就可以解锁所有的功能，单次充值的最低金额是$5。有小伙伴就说，我刚充了$20就没有了，为什么我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是直接扣的卡里面的余额，而不是套餐里的通话时长和短信数量呢？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开通 WiFi 通话，或者是 WiFi 通话开通了但是没有生效，你就直接开始使用这张手机卡，那么就会当作是漫游的费用，而不是使用套餐内免费的通话和短信。那么如何确定 WiFi 通话有没有开通呢？只要手机的状态栏出现 WiFi Calling 就是开通成功了，或者看运营商，运营商显示的是 WiFi Calling 就是成功的，如果显示的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或者是 Ultra Mobile 就是失败的。还有的小伙伴问，为什么我申请 WiFi 通话之后一直不通过？在 WiFi 通话申请之后，一般半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开通成功的，如果没有成功，尝试重启下手机就可以解决了。到目前为止，我协助激活了20多个手机账户，都没有出现开通不成功的状况。超过24小时还没有成功，就需要联系客服。下面是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张卡有没有有效期，会不会我用了半年就不能再用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张卡没有有效期，只要不欠费就可以一直使用。如果你害怕自己忘充话费导致停机，可以绑定国内的双币种信用卡，这样每个月就会自动续费。如果没有双币种的卡，可以考虑购买一张全球付的美元卡，可以正常充值，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全球付也算是一代海淘神卡了，之前我在介绍 TransferWise 的视频教程里面介绍过全球付的使用方法，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会考虑做一期全球付的视频教程。这张卡可以打国际长途吗？答案是可以的。在 WiFi 通话下，相当于你是在美国打出电话，使用的是套餐内的数量。如果超出套餐，电话每分钟是$0.03，短信每条是$0.01。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接电话都是算费用的，无论是发短信还是接收短信也是一样要计算费用的。如果预计
100不够用，可以在后台购买语音包，相对会划算一点。那么这张美国手机卡在国内的通话质量是什么样的？目前我一直使用的是 WiFi 通话，通话质量完全不用担心，从来没有出现过断连或者卡顿的情况。如果不使用 WiFi 通话，手机号码会漫游到国内的状态，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更加不用担心通话的质量问题了。上网流量是怎么计算的？会不会产生天价的流量费用？经过我的实际测试，手机打开漫游，打开数据流量仍然是连不上网的，也就是说这张卡在国内不能使用流量。这可能是一个遗憾，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这张卡也不是为了上网吧。对我自己来说，不能使用流量更像是一个优点，不用担心忘记关数据倒欠几十刀的话费。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绑定了免税州的地址，充值还会有税？免税州的地址只能免除州税，另外还有美国的联邦税。如果自己的地址不设定为免税州，税会更多。另外，交不交税和号码的归属地没有关系，即使你是纽约的号码，只要后台地址设定的是免税州，就会免税。这张卡可以用来激活申请 Google Voice 吗？可以，因为这张卡使用的是 T-Mobile 的网络，也是一张实体卡，所以完全可以用来申请 Google Voice 号码。申请成功之后，可以接听 Google Voice 的来电，非常方便。欠费多久会被消耗？如果欠费超过90天，号码就会被回收，卡也就无法再使用了。有的小伙伴会想，我在申请国外有些服务的时候，会让我提供手机话费账单或者说水电费账单，那我能不能用这张卡申请话费账单用作地址证明呢？验证其他的服务？答案是不能。因为这张手机卡是预付费卡，它没有实名，所以说不能够申请账单做地址证明。以上就是本期的问答内容，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后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